复活节岛，地球上最孤绝的陆地，数百尊巨型石像，他们如何站立于此？这些摩艾石像，每一尊都重达数十吨，最高可达10公尺。他们眼窝深邃，面朝内陆，庞福永恒的守护者。岛上遍布火山岩石，这是唯一的雕刻材料。拉帕努伊人当时仍处于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，他们没有金属工具，仅凭粗糙的玄武岩凿子，没有轮子，没有异用动物，数十吨的巨石如何从采石场移动数公里？阿诺拉拉库采石场是所有摩艾的诞生之地，这里散落着近400尊未完成石像，有些仍与母岩相连。巨大的石像像被巨人硬生生从山体剥离，刀锋般的石凿痕迹至今清晰可辨。采石场底部躺着一尊长达21公尺的巨像，它重达180吨，已发现摩艾的2倍半。如此庞然大物，搬运根本是天方夜谭。传统理论认为，拉帕努伊人利用绳索木锹让石像行走，数百人合力缓慢摇晃，一点点挪动。岛上却缺乏足够粗壮的树木，大规模运输根本不可能。更离奇的是，部分摩艾头上还戴着巨大石帽，普卡奥，红色火山渣制成，每顶重达数吨。他们究竟如何将这些石帽举升至数层楼高的摩艾头顶？拉帕努伊人果真能让巨石行走吗？如果这项技术如此有效，为何岛上古道旁会躺着近100尊倒塌的巨人？传统解释称，他们利用绳索与重心偏移，让摩艾缓慢摆动前进，这就像一群人牵引着一棵巨大的树木，让它一步步向前挪移。实验模拟显示，确实能驱动10吨重的复制品。摩艾的特殊形状，重心前倾，似乎为这种移动方式量身打造。它们底部圆润，庞幅专为滑行而设计。岛上发现的古代道路似乎也印证了这条巨人之路。如果理论成立，这些精巧的运输路线引直达目的地。许多石像却在半途倒下，他们就这样被遗弃。沿着古代路径散落着近100尊未能抵达圣地的摩艾，有些面朝天空，有些俯卧在地，破碎不堪。庞福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让搬运者瞬间消失。一尊巨大的摩艾断裂成2截，它的石眼已然空洞，石像边缘的磨损显示曾被大力拖曳。泥土深处隐约可见绳索切割的痕迹，有些甚至在抬升时倾倒，头部深深埋入土中。沉默的残骸诉说着未完成的旅程。这并非零星的意外，而是大规模的停工，数十吨的巨石就此搁浅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这一切戛然而止？这些古道并非平坦的康庄大道，它们高低起伏，甚至有些路段狭窄陡峭，路面由碎石与红土铺成，触感粗糙。某些路径甚至在转弯处呈现出奇特的凹陷，这些凹陷深达数10公分，宽度与摩艾底部吻合。庞福巨石在转弯时硬生生碾压出来。如果摩艾是行走，为何会留下如此深刻的拖曳痕迹？行走理论强调平衡而非摩擦，这些道路本身似乎与轻巧的行走方式相悖，它们更像是重物被强行拖拽的证物。采石场内数百尊石像依然与母岩相连，凿子散落在地，工具被遗弃在半途。巨大的石块裂纹显示工程突然中断，一切都停留在最紧张的时刻。这些倒地的巨人不仅仅是失败的运输品，他们是岛屿文明突然停摆的沉默见证。巨大的工程耗费了无数人力与资源，却在某个时刻被彻底放弃。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，能让拉帕努伊人抛下他们神圣的创造物，从此让这些巨人沉睡在尘土之中？那些沉默的巨石究竟是承载着信仰的丰碑，还是吞噬文明的诅咒？他们的崛起究竟带来了团结与力量，亦或是注定了岛屿的悲剧？最初，这些宏伟的创造无疑是部族权力的展现，每一次凿击都凝聚着祖先的智慧与在世者的虔诚。庞大的工程需要精密的组织，数百人协作，这不仅是劳动，更是深植于血脉的仪式。每一座屹立的石像都强化了社区的认同感，他们是力量的支柱。
考古发现早期聚落周围生活痕迹繁盛，贝壳、鱼骨堆积如山，显示着渔业的富饶。棕榈树花粉在土壤深处大量存在，这片土地曾经葱郁繁茂，但这份虔诚付出了代价。巨大的雕刻与搬运吞噬了不可再生资源，数百人耗费数年，只为树立一尊巨物，效率极低。支撑这一切的是岛屿有限的生态系统。花粉分析图记录了惊人的变化，棕榈林急剧萎缩。不仅是燃料，这些树木还是运输巨石所需的滚木。树皮被剥光，树干被碾碎，整个森林被系统性的摧毁。鸟类骨骼数量骤然减少，它们失去了栖息地。曾经肥沃的表土开始流失，泥沙冲刷入海，染黄了海岸线。农业生产力随之衰退，作物欠收，曾经清澈的淡水变得浑浊，饮用水源日益枯竭，岛屿的生态屏障彻底崩溃。环境的恶化直接冲击了社会结构，资源稀缺引发了内部争斗，曾经团结的部族开始彼此戒备，信仰的象征成了争夺的目标。考古证据显示，晚期聚落周围出现了大量防御工事，石墙、壕沟环绕着村庄，明显是为了抵御攻击。人类遗骸上发现了钝器造成的创伤，头骨碎裂，甚至有证据表明发生了同类相石。绝望的饥荒，那些曾高耸入云的石像遭到恶意推倒，许多巨像的脖梗被刻意损毁，这是对昔日权威的彻底否定。曾经精心雕琢的眼窝被凿空，庞福要抹去他们的神性。这些破坏并非自然风化，而是人为的暴力。然而在如此严峻的危机中，岛民却并未完全停下雕刻的脚步。采石场深处仍有未完成的巨像，甚至出现了规模更小、形状不同的石雕。这些后期的作品工艺粗糙，匆忙完成，庞浮在毁灭的边缘，他们仍在挣扎着，试图以另一种方式维持信仰。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，让一个文明在资源耗尽、社会崩溃之际，依然无法割舍对这些石像的投入？他们究竟是希望的灯塔，还是加速灭亡的诅咒？直到最后一刻，这种近乎疯狂的坚持背后隐藏着怎样更深层次的恐惧与信仰？这些倒下的巨人究竟在对我们低语什么？他们的沉默是否隐藏着人类文明的普遍命运？从埃及金字塔到玛雅神庙，人类对宏伟的追求从未止息。巨大的建筑往往象征着权力与信仰的巅峰，这些不朽的印记耗费了超乎想象的资源与劳力。在广袤的沙漠中，金字塔群拔地而起，每块巨石重达数十吨，数万名劳工日复一日仅凭原始工具，他们用血汗堆砌起对永恒的渴望。这份驱动力超越了单纯的生存需求，它根植于对超越凡俗的集体执念。这些辉煌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代价，资源的枯竭，劳役的压榨。古文明的兴衰常常与其环境承载力紧密相连。复活节岛这片太平洋上的微型孤岛，它脆弱的生态是地球的缩影。有限的土地，封闭的系统，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味。岛屿上的每一棵树木，每一滴淡水都是生命的支撑。拉帕努伊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唯一的决策者，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利决定岛屿的未来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回荡着深远的影响。森林的消逝并非一夕之间，泥土裸露，风沙侵蚀，那些警示无疑清晰可见。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双眼？今天我们凝视着地球这颗更大的孤岛。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的足迹遍及全球，巨大的城市拔地而起，如同现代的巨像，它们闪耀着钢铁与玻璃的光芒。能源的需求无止境地膨胀，我们从地底深处抽取数亿年前的阳光能量，燃烧、排放。空气中悬浮着肉眼不可见的威力，海洋深处塑料垃圾堆积如山，冰川融化，海平面缓慢上升。拉帕努伊人的故事不再是遥远的传说，
它是对我们自身的严酷审视。当我们面对这些无言的巨石，人类能否真正学会与这颗蓝色星球共存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让你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历史故事的深度解析。